一期咱们就来聊一聊印度教神话中最为著名的10大神器。在神话之中，神器通常能发挥出神明最为强大的力量。比如说，日本神话中的天照大神使用的天丛云剑是整个日本最为锋利的武器。北欧神话中的主神奥丁的永恒之枪则是攻无不克、投出必中的神器。这些神器大多有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神明必须使用神器为依托，才能够发挥自己强大的神力。而印度教神话中的神器则是比较特殊的。印度教神话中强大的是神明自身，像湿婆这样的神，只要跳个舞就可以使世界毁灭。毗湿奴想要解决一个事情，只需要变成其他的化身就可以了，比如神龟就可以轻松地托起整座山峰。而帕尔瓦蒂女神更是有着杜尔迦9相和10惠母相，这19种相貌都蕴含着不同的力量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神器就显得比较鸡肋了。印度神话中的神器并不是力量的象征，而更是像世界规则的缩影。众神之所以拿着这些武器，完全是因为需要约束自己，而不是拿着它们去战斗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就开始讲一讲印度教神话中的10大神器。首先是湿婆的3大神器，第一个就是湿婆的3叉戟。湿婆的3叉戟，丢丢以前也说过，3叉戟分别有着3个尖，表示着世界的3种基础：善性、幽性、暗性，也表示着3相神：创世神梵天、护世神毗湿奴、灭世神湿婆，也表示着3相神的配偶分别掌管着智慧、财富、力量的3位女神，也代表着世界的平衡与永恒存在的真理。反正只要是有3的地方，都可以拿来比喻3叉戟。3叉戟的基本属性设定其实是宇宙的基本规则，基础能力是投出必然100%命中，但3叉戟在整个印度教神话中只有2位神能够拿得起来，一位是萨克蒂女神，而另一位就是湿婆。除了他们以外，没有任何的神能够有资格去使用它，而想要使用它，必须有因果与业的推动。细数起来，因为因果与业的关系，3叉戟也插过不少的神。3相神之中，除了使用者湿婆之外，其他的2个神梵天被湿婆用3叉戟斩掉了第5手，而毗湿奴为了唤醒湿婆的感情，甘愿被3叉戟插伤。就连湿婆的儿子象头神嘎内什也是因为3叉戟斩掉了原本的头，才换了个象头的。可以说3叉戟的致死率还是蛮低的。这个神器最主要的功能是推动世界的运行，使得世界达到一个巧妙的平衡。第二个则是湿婆的第3只眼。湿婆最为强大的武器就是他额头上的第3只眼，这一只眼睛能够发出消灭宇宙间所有东西的神火。在印度梵文史诗《摩诃婆罗多》中记载，湿婆曾经用第3只眼发出的神火毁灭了3座在太空中的巨型城堡，因此湿婆也有3魔城毁灭者之称。在每一个宇宙的末期，湿婆就会张开第3只眼，宇宙中所有的天神人畜都会被他的神火所消灭。爱神迦摩也被这只眼睛烧毁了形体，虽然被复活了，但从此之后就成了无形的神，只能够存在于人们的心中。可以说，相比于3叉戟，湿婆的第3只眼毁灭性要更为强大。第3个是神器达玛鲁。这个神器是一种乐器，就是经常放在3叉戟上的那面鼓，它的形状像是2个三角形的结合，这种形状也代表了湿婆与萨克蒂女神的结合。在湿婆因不圆满陷入苦修状态时，敲响这种鼓能够安抚湿婆，并且会强化湿婆与萨克蒂的吸引力。当然，后来结了婚之后，湿婆就经常拿这个鼓来表达喜悦。这个神器最重要的功能是安抚湿婆，以免世界因为湿婆的缺失感而毁灭，可以说是维护世界的神器。接下来第4个是毗湿奴的4神器。第一个是妙剑神轮。妙剑神轮是印度教主神毗湿奴的法器之一，拥有108个锯齿的边缘，并一直旋转的圆盘状武器。此法器一般是由4手毗湿奴的右后手所持。传说
妙见神轮是宇宙力量源泉的显现，它的力量源泉源自于萨克蒂女神，一直不停地旋转，象征着世界的时间的流逝。毗湿奴曾经用妙见神轮毁坏过萨帝的尸身，使得湿婆走出了永无止境的悲伤。后来在众神搅拌如海之后，毗湿奴曾经用妙见神轮斩掉了阿修罗罗侯的一个头，导致没有身体的阿修罗罗侯一直在吞噬着太阳与月亮。毗湿奴的手中还持有海螺、锤和莲花，这3样物品也代表着不同的作用。海螺是毗湿奴在护世时发生重大的事情才会吹响的神器，传说在众神搅拌如海的时候吹响过它，凡是听到海螺发出的声响，不论阿修罗还是天神，都焕发出了无穷的力量和无尽的勇气。可以说，法螺是一个增强 buff 的群体性武器，而锤则是毗湿奴力量与执行力的表现。一般需要使用暴力的时候都会用到锤，而尽力不去使用强大力量的妙见神轮。接下来是梵天的4个神器。梵天的手中通常没有任何的武器，但他的一只手上有一只汤匙形的权杖，代表着将神圣的酥油滴入自我牺牲的火柴堆里。在人间，所有的祭祀都是由梵天所出的，而掌管祭祀的也是梵天的儿子生主达刹。而这个汤匙形的神器也是凡人连通天神与世界的重要道具，可以说是人类与世界高层次生物连接的媒介。而梵天的另一只手上则拿着一只水壶，水壶中的水代表着万物的初始，涵盖一切，而这个水壶是一切万物最初始状态的承载，而水壶里面所承载的正是宇宙太古之初能够诞生出金胎的初始之水，可以说是蕴含着无尽生命力与创造力的神器。梵天也拿着一串念珠，念珠是计算宇宙时间流逝的计时神器，每当宇宙到达一个时间节点时，梵天都会做出相应的行动，而正是因为梵天对于宇宙世间相应的行动，世界的时间才不会混乱，空间也不会重叠。可以说，念珠是宇宙时间规则树立的重要道具。此外，梵天也拿着象征着神圣的吠陀经，这本经书是整个宇宙的知识、智慧、规则的来源。传说这部吠陀经本源是湿婆，而由梵天的4个头分别赞颂并具象化出来的，也就是整个印度教神话中所说的正法。凡是违反吠陀正法的生物，必然会遭到3相神的惩罚。当年阿修罗王多罗迦的3个儿子因为遵循正法，所以受到湿婆的庇护。阿修罗王多罗迦死了之后，他的这3个儿子就住在金银铁3魔城之中，众神都没有办法消灭这3个阿修罗，于是毗湿奴便从自己的心中生出了个人，取名叫阿尔汉，命令他编了一部半摩羯陀词的古怪、荒谬而且违背吠陀经正法的邪教经典，并派蛊惑仙人那罗陀去鼓吹这部邪教经典。最后在毗湿奴的安排下，这3个阿修罗就背弃了正法，这使得湿婆大神极为的愤怒，最后亲自出手毁灭了金银铁3魔城与这3个阿修罗。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来，吠陀是整个印度教的核心规则与教义，甚至连3相神本身也无法改变吠陀的规则，而梵天手中的吠陀可以赐给他人无尽的智慧。可以说，梵天的这一神器算是印度教神话中的智慧之书了。